近期，乌克兰军队在多地大举反攻，俄罗斯军队则重新集结后撤部队，以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美国总统拜登在最新采访中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千万不要动用战术核武器或化学武器。俄方则表示，这完完全全是美方的炒作。俄罗斯国防部周日通报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打击乌方一座储存数千枚炮弹的弹药库，在尼古拉耶夫地区对乌军2支部队进行精确打击。在尼古拉耶夫克里沃罗格一线抵御了乌方的进攻，在顿涅茨克地区摧毁一门美制 M777 榴弹炮、一套供 S-300系统使用的雷达和一个防空雷达站。在不同战线，俄方击落多架乌方无人机，拦截多枚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火箭弹。在哈尔科夫战役之后，可以说呢，双方的这个战事又重新回到了一种僵持和消耗战。那甚至我们看到，在俄军收缩了战线以后呢，乌军的这个进攻速度实际上明显降了下来。而乌军要想在正面战场对俄军造成巨大的这个伤害，或者说拿到更多的这个领土的话，我觉得难度很大。这也显示出俄乌现在在军事上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针对乌军近期所取得的战果，美西方媒体和政客不断炒作渲染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使用核打击的论调。当地时间上周六，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新一期的60分钟节目中，主持人询问拜登如何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使用化学武器或战术核武器时，拜登面对镜头连说了3声不要。Don't。不过，拜登并未说明一旦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使用战术核武器，美国将作何反应。You think I would tell you if I knew exactly what it would be? Of course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It'll be consequential.They'll become more of a pariah in the world than they ever have been, and depending on the extent of what they do, will determine what response would occur. 虽然外界普遍认为普京不会轻易在乌克兰战场动用核武器，但拜登仍公开发出警告，这一点引发外界关注。拜登采访播出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明确回应指，俄罗斯的核战略原则已写得清清楚楚，当前俄乌冲突不符合其中的任何标准。针对西方媒体和政客不断炒作渲染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使用核打击的论调后，俄媒也再度介绍了本国的核战略立场及原则，包括何种情况下会确定使用核武。外界注意到美方近期在俄乌局势中扮演的角色耐人寻味，白宫与乌政府之间的分歧也正在凸显。据美国《纽约时报》上周六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正在向美国施压，要求美方向乌军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种射程可达300公里的远程导弹具备攻击俄罗斯领土的能力，但美国官员透露，拜登对这一请求依然犹豫不决。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周日报道，前美国国防部官员戴维·派恩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和泽连斯基对是否扩大当前俄乌冲突存在分歧。泽连斯基希望将目前的冲突扩大到俄罗斯境内，但拜登政府则希望控制战争规模。戴维·派恩表示，美国在乌克兰最重要的安全利益是不要让北约和俄罗斯展开全面战争。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一定是在一定范围、一定的这个烈度，甚至是在一定的技术精度甚至先进程度也会受控制的，就是因为美国希望消耗俄罗斯这是把拖垮俄罗斯，而不是短期内打败俄罗斯。既想做到这个道义上的、外交上的这样一种漂亮，但是又怕这种援助导致战争局势的失控。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在美国、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之际，匈牙利成为拒绝制裁俄罗斯能源产业的欧洲国家之一，导致匈牙利和欧盟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在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声称匈牙利已非完全民主国家之后，当地时间周日，欧盟委员会以成员国匈牙利至今没有解决腐败问题为由，提议暂停向匈牙利提供75亿欧元资金，直到该国政府实施反腐改革。如果建议获得通过，欧盟委员会将暂停从2021年至2027年的1.1万亿欧元共同财政预算中拨款给匈牙利。这笔款项可能相当于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的1/10。The Commission will now monitor the situation. Hungary has committed to fully inform the Commission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medial measures by 19th of November. Our ultimate objective under this mechanism is that the budget is no longer at risk, and we hope to achieve this as soon as possible through the adequate
reforms in Hungary. 不过，欧盟还是给匈牙利留下了转圜的空间。目前，匈牙利已经向欧盟委员会做出17项承诺，计划设立独立反腐机构，用来监督欧盟资金的使用，并采取其他措施，使立法程序更加透明。匈牙利区域发展与欧盟资金利用部长瑙夫劳细细表示，匈牙利政府将履行对欧盟委员会的承诺，以获得欧盟资金。这是欧盟2年前制定维护民主制度的制约机制后，首次对成员国启动这项程序。所谓的腐败位移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匈牙利在对俄立场上与这个欧洲多数国家不一致，使得很多欧洲国家要给他一定的这个经济上的这种压力迫使这个欧尔班政府在这个外交政策上，特别是在对俄政策上，能够不要成为欧洲的阻力，能够协调统一立场，最终呢按照布鲁塞尔的意见去做事情。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欧洲议会议员以433票赞成、123票反对通过决议，认为总理欧尔班统治下的匈牙利是选举与专制的混合政权，严重违反欧盟提倡的民主规范。那么对此您怎么看呢？我相信，只要对国际局势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会对欧洲议会通过的这个决议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自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国家也是以同样一套说辞在指责俄罗斯。他们认为，俄罗斯虽然在形式上实行了西方的选举制度，有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是其本质上跟匈牙利一样，实行的仍然是所谓的混合政权，是强人政治或者说是威权政治。这是西方国家拒绝俄罗斯加入北约与欧盟，甚至是拒绝承认俄罗斯是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欧洲议会通过的这个决议，实际上是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方式，把同属于欧盟与北约成员国的匈牙利归类为了俄罗斯的同类。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欧洲议会通过的这个决议，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声称这是一个笑话，而匈牙利外长则认为，质疑该国民主制度是对匈牙利人的侮辱。很显然，匈牙利官员并没有跳脱出西方的话语体系与价值体系，而是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与价值体系之内为自己进行了辩解。而在我看来，无论是欧洲议会这次对匈牙利政治制度的指责，还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俄罗斯政体的指责，都是有欠公平与客观的。事实上，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样，匈牙利总理奥尔班自从2010年执政至今，期间多次获得连任，的确是遵循了西方的那一套选举规则的结果，是多数匈牙利人用1人1票的方式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普京的长期执政是多数俄罗斯人民的选择，奥尔班的长期执政也是多数匈牙利人民的选择。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多数俄罗斯人与匈牙利人虽然接受了西方式的选举制度，但其实并不认同，或者说是并不接受西方国家所倡导的那一套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或者换句话说，西方国家虽然可以把自己的选举制度移植给俄罗斯与匈牙利，但是却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把他们的那套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移植到多数俄罗斯人与匈牙利人的脑海当中。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推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处境。